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，就是当你的磁场越来越高的时候，以往曾经你觉得很珍贵的缘主动找你了，而你经过了当初的修炼，已经心若止水，因为你知道生命的频率其实是因为自己的改变而遇见更好的人。那些旧的缘分不必再留恋，不必再执着，你有什么样的磁场就会吸什么样的人，你相信吗？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磁场，只是你看不见而已，它会吸引与你同频共振的人和事。你有什么样的磁场，你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生。也就是说，你此生所遇见的所有的人和事，其实都是你的内心和磁场的投影。道家讲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你的福气也好，你的灾祸也好，都是你自己感召而来的。善恶之报如影随形，你行善也好，作恶也好，报应就像影子一样一直跟随着你，从来没有离开过半步。用科学的角度讲，就是人的意念、想法、磁场，它都是一种能量，它能够吸引相同的能量。俗话说，成功吸引成功，民工吸引民工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你有什么样的磁场，你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，你有什么样的想法，你就有什么样的人生。其实你所遇见的就是你自己，没有外人。假如你的内心负面消极，那你必定会遇见负面消极的人。假如你的内心阴暗奸诈，那你周围就有阴险小人。你的内心贪婪好色，那你就会遇见色狼狐媚。你的性格暴躁叛逆，你就会遇到生猛野性。假如你奸猾狐疑，注定你遇不到挚友贵人。如果你心怀慈悲宽容大度，你必定会左右逢源，不离大道。所以不用抱怨环境，你所有的遇见早已在你的内心的剧本里写好了。人生就是一场修行，修行到底在修什么呢？修的就是这颗心。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应向心处觅。易经中也讲，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你有什么样的心，就有什么样的人生。善良之人，好运常伴；邪恶之人，霉运不断。大千世界，所欲皆所念，所念皆所想。心中想什么，就会遇见什么。心存善念，贵人自来。古语云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心中播种什么，就会得到什么。播种善良，福气自来；播种恶意，灾难横生。人生在世，只有摒弃恶念，心存善良，才能积攒福气和好运。有这样一则故事，明朝嘉靖初年，盗贼层出不穷。一次，盗贼抢夺了县上所有的典当铺，唯独有一家毫发无损。官府调查时，怀疑此家与盗贼相通，于是暗地里设下了许多埋伏。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，发现此家光明磊落，毫无相通迹象。
随即撤离。后来当盗贼再次犯案时，官府将其一举拿下，并问出当时的疑惑：为何所有的当铺都失窃，却唯独漏了金家的店铺？盗贼惊惊战战地说道：曾几次前往，却发现金家门外和屋上仿若有神灵护佑，不敢侵犯。原来这家店铺的主人乐善好施，从不欺诈百姓，还经常免去息费，经常被人所称赞。县令得知后感慨道：上天庇佑，上天庇佑啊，上天保佑善人，所以自有吉神护之。正所谓积德虽无人见，行善自有天知。所有的积德行善，上天都看在眼里。虽然福气不会立马降临，但会在一定的时机回馈于你。历史上，舜成为帝王之前，经常受到后母兄弟的欺负，甚至想将他置之死地。但善良的舜内心没有丝毫怨恨，甚至在成为天子之后，还因为父母不开心而内疚不已。这样的舜感动了父母，也感动了天下人。孔子就曾说过：大德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禄，必得其民，必得其寿。其中讲的就是舜王。一个有大德行的人，必定名气福禄皆来，还能健康长寿。因为行善如春园之草，不见其长，但日有所增。善良之人自有福报，善良之人天必佑之。做人真诚善良，鸿运自会跟随，贵人也会从天而降。二，内心阴暗，吸引小人。常言道：福祸无门，为人自照。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感召而来，小人也是如此。世间万物皆有引力，心中抱怨什么，什么就会出现。隋书上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：隋朝大江河若弼文武双全，继承了父亲的英勇善战，成为了皇上的左膀右臂，本该一片光明的前程，却毁在了自己的负面情绪上。私下经常抱怨自己付出太多，收获太少，还经常挖苦讽刺他人。堂堂的隋朝大将不知自己的行为已经在无形之中招惹来许多小人，最终在一次妄议朝政时被人抓住把柄，落得个判处死刑的下场。有一句话说，你越是负能量，越是容易吸引小人。人总是倾向于跟自己的同类待在一起，愚者盲目合群，互相拉踩；智者提升自己，互帮互助。思想上的频率，内心的境界，决定了你生活的圈子是什么样，决定了你命运的走向是如何。很多时候，你觉得命运不公，生活中全是烂人烂事，有可能那些人那些事都是因你的负能量而来。了凡四训中说，一切福田，不离方寸。福运如此，厄运亦是如此。归根结底在于自己那颗心。张伯苓先生也常说，人可以有霉运，但不可有霉相。想要远离小人体质，就要从心改变，向内自求，
懂得反省自己，提升自己的修为。当你修成一脸福相，好运自会来。3. 和谁在一起真的很重要。在一座寺庙里，有许多优秀的僧寺。一次，一个小和尚前来跟师父辞行。小和尚说师兄们都十分优秀，自己比不上大家，很难有所成就，所以想去小点的寺庙。师父听后并未拒绝，只是送他一程。在路上经过一片树林，小和尚感慨这里的树木都长得又长又直，可真好看。又经一处时，小和尚发现一棵树独占优势，却长得乱枝纵横，歪歪扭扭。小和尚十分不解，问师父，为何这棵树占据了阳光和雨露，却还没有森林里的树木成长得好？师父说，森林里的树木为了竞争阳光和雨露，于是奋力成长，最终成为栋梁之材，而缺乏竞争的那几棵树，凭借着自身的优势，在安逸的环境下丧失了成长的动力，最终一无所获。其实人又何尝不是如此？和优秀的人同行，虽然会更苦更累，但收获的也会更多。荀子曾说，蓬生麻中，不服自直，白沙在涅，与之俱黑。和不同的人在一起，便会有不同的人生。和优秀的人同行，能不断提升自我；和品德高尚的人相处，能慢慢有嘲笑。吃多了，别人笑他没吃过东西；吃少了，别人笑他装腔作势。对于别人的讥讽，莫言从未放在心上，而是怀揣着作家梦，每天不断精心雕琢着自己的文字。他把每天的经历写成故事，读给母亲听，看是否能打动读者。就这样日复一日，日日精进，文字功底突飞猛进，最终写出来的《红高粱》轰动文坛，长篇小说《哇》更是斩获诺贝尔文学奖。任何时候，你身上的磁场决定着你遇到的人会是谁。当莫言一无所有时，身边全是嘲笑者；当他成为诺贝尔作家时，身边全是称赞。有才华有能力的人，《论语》中说，君子务本，本立道而生。人要从根本上提升自己，与其费尽心思结交优秀的人，不如让自身成为优秀的人。当你真正成为一匹千里马，不用担心骈死于槽枥之间。当你才华横溢，文采斐然，不必担心酒香也怕巷子深。种下梧桐树，才能引得凤凰来。当你成为最好的自己，才能遇见更好的别人。往后余生，愿我们不断打磨自己，成为更优秀更独立的人。因为当你活成一道光，才能散发光芒，才能引来万丈霞光。你的内在突破直接会显化在外境上，垃圾人不敢靠近你，消耗你的人不去找你，因为你的内在非常阳光干净，阳气非常足，什么都伤不到你。其实生活当中，只要留心，你所在的每一个环境都在告诉你答案。你取快递时，对方对你的态度
你走过马路时，是否拥堵的车流？你的房间是否杂乱？你所要做的一件件小事，是恰巧顺利的，还是有点波折？连你拨通的电话号码是否接通通畅，都有一个暗中的提醒。你的磁场状态是怎样的？一个好的状态必然是通畅的、流动的，他人见你时眼神发亮的。有时一个人为什么能够顺利，很大部分是带给对方喜欢的感觉。所以什么人亲近什么人，都是能量决定的。生命本质上充满奥秘，就像一扇通向未知世界的大门，等待我们去把手探索。而要打开这扇奇迹之门，获取生命无限的可能，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改变你的磁场。什么是磁场？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能量场，影响着你与世界万事万物的联系与互动。它就像一个过滤网，决定着你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元素与机遇。当你的磁场强大纯正，你的世界也会散发出绚丽的光晕，美好的人和事会源源不断地来到你身边，你内心的渴望与潜力也会逐渐转化为现实。而如果磁场杂质过多，浑浊不清，遭遇的就会是种种阻碍、考验与不如意，甚至你自己都难以察觉自己内心深处的梦想与热情。生活会变得愈发沉重、疲惫，看不到一线曙光。这正是磁场奥妙而神奇的地方，它会透过现实投射你的内心世界，也会决定你对现实的判断方式。所以改变它就等于打开了通往更美好人生的大门，让我们得以领略生命的真谛与奥秘。那么要如何调整自己的磁场，让生命散发出正能量的光环呢？第一，保持积极正面的人生态度。面对坎坷与挫折时，相信希望就在前方，胜利终会属于坚持到最后的人。用积极心态驱动自己向前，而不是被环境所扯后腿。第二，连接丰富你磁场的人与物，多与那些睿智、善良、积极上进之人相处，经常到大自然中充电，感受它的气息，接触艺术、音乐等能带来正能量的事物等等，它们都会汇聚成海洋，滋养你的磁场，让它茁壮成长。第三，培育一颗感恩之心，珍惜生活中所获得的一切，不只是物质上的馈赠，更要懂得感激问题及考验背后所蕴含的智慧。感谢他们，让我们的磁场变得更加丰硕与坚不可摧。第四，学会善待自己，满足自己在生理、情感、精神等方面的需求，用一颗全然无条件的爱之心对待自己，这是磁场最强大的力量源泉，会让我们变得更加自信与内向，拥有无尽动力与存在感。第五，学会把控自己的思维方式，选择积极正向的思维模式驱动生活，让大脑释放出更多快乐激素。而当面对困难和挫败感时，要让思维跳出框框，变向思维，寻找让磁场更强大的新视角。
最后一点，用行动改变你的磁场。一个行动胜过千言万语，不断以实际行动为自己充值，这是最直接有效的磁场堡垒。比如为了守护环境做志愿者，为了病患献爱心，为了弱势群体奉献一份力量。当我们主动为这世界带来一份改变，无私的光荣也会涤荡心灵，强化磁场，点燃生命的星星之火。而当磁场日益强大时，生命中惊奇与美妙的情节就会不断上演。这是一个浩瀚无垠的世界，生机盎然，充满希望，充满被发现的惊喜和被点亮的灵感，等待我们去把手探索。这就是磁场的奥妙，它能洞察你内心深处的光与热，也能决定你对生命的判断方式。而当磁场强大，一切美好都会被你的视野所含。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更加热爱生活，珍惜身边的人，用前行的脚步丈量每一天，照耀着别人，也点亮自己，去探索生命的奥秘与可能，踏上一段惊奇与令人振奋的旅程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养好我的磁场。祝你早日踏上改变命运的道路，拥抱正能量，引领幸福人生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